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本期节目。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，可能是很多网友心中一直的疑问：小刘明明没有身份问题，为什么还留在坦桑尼亚，不回中国看凯凯？这个问题看似简单，但背后藏着的故事、现实以及情感的复杂程度，远远超出很多人的想象。凯凯在中国，小刘却选择留在坦桑尼亚。我们都知道，凯凯现在一直由奶奶在中国照顾，奶奶为人勤劳细心，把凯凯照顾得无微不至。她不仅亲自做饭，教凯凯说话，还带他出去认识朋友，让他感受到家庭的温暖与陪伴。然而，凯凯最缺的依然是爸爸的陪伴，而凯凯的爸爸小刘此刻却远在坦桑尼亚。很多网友都问，小刘不是有合法身份吗？为什么不回中国？更有人疑惑，凯凯这么懂事可爱，小刘真的舍得吗？劳务签证事件是小刘决定留在坦桑尼亚的关键。要理解小刘的决定，就必须回到去年那场突发事件。小刘的妻子因为签证问题被举报，被迫离开中国回到坦桑尼亚。这一事件不仅改变了劳务的生活，也让小刘陷入了两难境地。对一个丈夫来说，眼看妻子被迫离开中国，却无能为力，这是巨大的心理打击。于是，小刘做出了一个情感性的决定，陪老友一起在坦桑尼亚生活。他没有身份问题，没有被限制回国的理由，但他选择留在异国，只为了陪伴那位被迫回家的妻子。在许多人看来，这是爱情的坚持，但在另一部分网友眼中，这却是责任的失衡，因为凯凯还在中国。情感的撕扯，一个父亲的无奈。我们可以想象，小刘在坦桑尼亚的每一天，或许都在思念凯凯。远在异国，看到别人家的孩子喊爸爸，小刘心里大概也会刺痛。可是他又不可能轻易放下劳务，一个正在重建生活、需要情感支撑的伴侣，这就成了一种典型的家庭两端困境。一边是远在中国的孩子，一边是异国他乡的妻子。无论他选择哪一边，另一边都会显得孤单。有网友说小刘自私，也有人理解他是在尽人情义。可无论哪一种解读，都无法抹去他心中的无奈。现实问题，跨国生活的代价。跨国家庭的生活并不如表面看起来那样浪漫。不同的签证政策，不同的教育体制，不同的生活成本，每一个选择背后都是一连串复杂的考量。据熟悉情况的人透露，拉沃在坦桑尼亚生活稳定，但短期内无法再次获得中国签证。这意味着，如果小刘想和妻子团聚，只能继续留在坦桑尼亚。而凯凯虽然可以由奶奶照顾，但毕竟父母缺席。这样的生活方式不仅是情感的考验，更是长远家庭结构上的挑战。这或许就是小刘犹豫的根源。他既不能放弃妻子，也不能放弃孩子。网友的争议，爱情与责任的拉扯。在网络上，这件事引发了巨大的讨论。有一派网友认为，小刘的选择是出于爱情的忠诚。拉奥被迫离开，小刘不忍心让他孤单，选择留在坦桑尼亚，是人之常情。也有另一派网友表示无法理解，孩子还那么小，父亲不在身边太可怜了。小刘明明能回国，却选择远走他乡，这不是逃避吗？还有理性分析的声音指出，跨国家庭没有谁对谁错，法律和情感之间本就难平衡。这三种观点其实都代表着不同立场，但他们共同折射出一个现实：菲利斯塔、拉奥、小刘这些故事背后，都是跨国婚姻的阵痛与代价。小刘真的不会回国吗？其实，小刘未必不会回国，他只是在等一个时机，也许等老欧恢复合法签证，也许等凯凯再大一些，能理解父母的选择，也许等他能同时兼顾家庭与事业。那个时候，小刘或许真的会带着老欧一起回中国，重新与凯凯团聚。正因为如此，网友们对他的期待并没有减少，大家希望他能出现，希望他能解释，希望他能行动。结语，在等待中，我们依然希望团圆。无论是拉欧、菲利斯塔，还是小刘、凯凯，他们的故事其实都折射了中非跨国家庭的现实困境：文化差异、法律障碍、签证限制、家庭分离。小刘留在坦桑尼亚，并不代表他忘了家人，而凯凯在中国也不是被遗忘的存在，他们只是被时间和现实暂时拉开了距离。而每一个关注他们故事的人，其实都在心里默默期待，希望有一天凯凯能重新见到爸爸，希望拉武能再次回到中国，希望一家人能团聚在镜头前，
笑着面对所有等待与质疑。